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科技烂的频道。今天的话，我们来讲 OpenClaw 的进化版本，最近也是比较火的 Harness Agent。它有什么区别呢？跟龙虾，它的优势主要是在有自我进化的这个能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记忆，它如果觉得这跟你的对话上下文有必要记录的话，它会自动保存记忆，方便下一次去使用。第二个方面呢，它就是有自己的整理工具链的这个能力，就是整理工作流的能力啊，就相当于给你自我去制作技能，这样的去使用。主要就是这两个方面，为你之后更方便去使用。初期的话可能会比较消耗 token。中后期，如果你成为一个反复去使用的这个工具链的话，它就会相对来讲会省一些 token。这是它的 GitHub 仓库，目前已经 49K 啊，这样的一个 star， 所以这2天的增长啊，速度是非常快的。它底层是拿这个 Python 啊，再加一些很先进的库啊，导致这个 Python 的版本运行效率也是非常高的。我们待会儿可以去搭建一下，看一下。它也支持直接从你的龙虾那边迁移啊，有一个一键迁移的选项哦，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不地道啊，就直接挖别人的墙角，就无缝兼容龙虾迁移。那我今天呢也会跟大家分享它优势的地方，以及它目前还不够完美的地方啊，让大家权衡一下，看看是不是有必要迁。同样也做了一个一键脚本，因为我们的脚本已经具备了非常强大的生态分发能力，所以你只需要短短的这一行命令啊，你就可以去安装 Harness Agent。Harness Agent 在中文翻译啊，爱马仕的智能体。你如果想好记的话，你就记住爱马仕这个香包，就是下一个龙虾啊，平替的一个龙虾。那我们今天依然去使用我们徕卡云的机器。徕卡云家呢，主要就是经营海外的香港、日本、韩国，以及国内的广州、浙江、成都等等这一些主流的数据中心，都有对应的3网 BGP 的跨网络的机器。然后他们家呢，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对应的活动啊。这个月呢，他们是19.9元人民币每月的日本、美国、香港的机器。今天跑 Harness Agent 其实要比龙虾更轻量，所以用2核2G 的机器是比较轻松的就能跑下来的。如果龙虾的话，我更倾向于大家用2核4G 的，因为它的生态会更加多样，会更加完整丰富，所以它会消耗的资源会更多。后台控制台、云服务器这一项，如果你买好的话，这边你就可以直接点进去。你这边可以点击重装系统啊，我一般是会使用 Debian 的13，你也可以使用无版图。这2个目前是 Linux 发行版中最火的2个系统。以前 CentOS 是比较火的，而且在国内，现在呢，基本上这2个已经成为生态了。Debian系的云服务器已经成为主流，基本上占80%-90%的份额吧。那我们这边呢，选择 24.04 直接点击完成自己的备份，点击确认，它就会给你重装系统。重装系统以后呢，你就可以用公网 IPv4 的地址连接到你这台VPS 上这一台 VPS 你可以通过 SSH 连接工具我这边使用的 Telemuse， 你也可使用 Find-Shell、Charge-Shell 以及 PowerShell， 就是 Windows 自带的终端管理也都是可以的我给大家做个演示。那我们这样的登录是怎么登录呢？ SSH root 因为我们要用 root， 然后艾特你的 IP， 刚才我们这个 IP 复制进来回车。那它装好以后呢，就会允许让你去直接登录。我们输入 yes 回车，我们就要输入这个密码。这个密码从哪里来呢？它这个控制台的后台我们把这个密码复制一下。所以用 PowerShell 来去登录也是非常简单的这样呢，我们就已经登录到你远端的云服务器上了。我们 Ctrl+L 清一下屏幕。OK， 那我们接下来运行科技烂的一键脚本，回到我们的博客文章，对，复制这一行命令，来右键进来
回车。第一次呢，我们需要输入 Y 许可。好，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 Harmonious Agent 的控制面板，非常简单了，我们直接输入1用它的官方命令进行一个安装。因为 Harmonious 它目前对国内以及 Windows 的支持都不是特别友好还在一个发展的阶段，它只是 Linux 会比较有优势，所以在 Windows 上我更建议大家用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的子系统，就是 WSL 这样的一个 Linux 子系统来去操作不要在 Windows 上直接安装。所以这也是目前逊于龙虾的点。龙虾对国内的一些消息频道适配的都非常好，包括飞书QQ、钉钉、微信等等主流的社交属性的工具都支持的非常不错。但是这个 Harmonious Agent 呢，它目前还不具备它虽然在它的说明文档里有写，但是它没有做到向导里。我们要适配的话，可能你需要用 Agent 用智能体来去帮你对接，就是你会消耗 token， 然后让 AI 去帮你对接这样的一个方式。那它是基于 Python 的，所以你底层环境如果没有，它需要自行的去安装，这一段时间呢可能会花一些时间，但如果你的系统比较完整速度会比较快。如果你当前有龙虾这台机器呢，它是直接提示你是否把龙虾迁移过来。我一般不建议大家迁移吧，我更倾向于大家完全独立去安装，因为迁移存在迁移的一个风险。OK， 到这个页面呢，就基本上已经安装完成了，它会自动跳到它的向导。同样跟龙虾是类似的一个向导，就是一个快速模式，一个完全模式。我们选择快速模式这边呢我们选择对接的 API 我这边一般选择更多，上面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它是有OpenRouter， 还有 Anthropic 以及 OpenAI， 还有千问GitHub， 还有 Hugging Face。那最底下这个就是更多，里面呢包括质朴的，还有 Kimi 国产的很多，还有 Minimax 这些都有。那我们这边就直接选择我们自定义的 URL， 来到下面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到非常熟悉的科技烂脚本里添加 API 的这种方式我感觉它是在抄我的因为交互还是有很多相似的点，都是先让大家把地址以及 key 输入完以后跳出这个列表，模型列表。我今天的话是会用到轨迹流动。为什么要用轨迹流动呢？它这边是目前支持这个 GLM 5.1 质朴的最新的一个大模型这个能堪比对抗这个 Opus 4.5 4.6 的这样的一个模型。它跟 4.6 稍微还有一些差距，但是在国内已经算是小有名气了，已经算是国内的 Opus 级别的这种存在。像 Minimax 也都是非常强的，还有 Kimi 但是这两个还是跟至少写代码层面上，我个人用下来还是质朴的这个会更好一点。DeepSeek V4 呢可能也快也要出来了所以国内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我们这边呢直接就选择这个 API key， 是之前已经创建的，我们爱马仕澳洲我在用的这个 key， 地址依然是在模型广场。我们就用这个 GLM 5.1 API 文档，右侧呢我们就能看到这个，把这个 HTTP 完整的到 V1 的路径复制下来，填到这个地方点击回车。下一步呢就要输入你的 key 了，我们刚才找的那个 key 点击复制，把这个复制一下，右键进来，它是不会显示的，但是你已经输入了，回车。它这边好像有点问题，它如果没有出现模型的话，我们后期再加。这个地方呢我们直接点跳过，问我们是否先启动，我们先点否因为我们的那个 API key 还没输入进来。我们把这个先输入一下，这个复制一下， Ctrl C 一下，点这个让它添加一下。我们再输入科技烂的脚本，在它这边呢我们已经安装成功了。我们再回来再走一下引导吧，因为刚才没有出现，我们这边选择6，再走一下引导依然是快速模式，再选择这个
一定要出现模型啊，才能比较顺利的去进行，好吧？那我们依然不知道这边啊，也有可能是国内网的问题。复制这个 key， 右键进来，回车。OK， 那现在模型已经出来了啊，一般大家不会有太多问题。我这是比较出现了一些小状况，我们直接选择1，是要求我们填这个上下文的长度，让它自动探测，直接回车就已经加好了。那我们继续点跳过这个地方。好，现在我们尝试摁运行，选择 Y 运行一下。好，这样就进到它的 TUI 的一个页面，终端的聊天窗口，你可以这么理解。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可以看到我们模型已经添加了，我们尝试跟它对话。它这边有个警告，我不知道什么警告啊，我直接你好。回车看一下能不能回复啊，是没有问题的。它是 Haminis 这边呢，能看到上下文的一个使用情况，这样的就已经没有问题了。那我们如何去对接我们的聊天工具呢？我们这边直接就对接 TG 吧。它目前是没有 Web UI 的，也是为了安全考虑，也是为了轻量。直接就在终端有一个这样的好看的界面，你要自己接入其他的信息渠道。我给你它你就说我给你机器人的 ID 和用户 ID 你要给他这2个东西，你先跟他说清楚，我们就去找。我们怎么找呢？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个 Telegram， 依然搜索这个 boot father， 我们这边创建一个新的，输入我们这个测试，这个可以是中文测试爱马仕的助理，我们给他一个测试爱马仕这样的，我一定要带 boot。好，他会给我们一个新的 API key， 复制一下，这个给他。我们和用户 ID， 用户 ID 怎么找呢？用户 ID 你搜这个机器人你们可以暂停看一下这样的一个机器人，跟他回复这个 start， 他就会把你的当前使用的 TG 的用户 ID 给他。它唯一点好的方式就是它会把过程告诉你它在操作什么，它很系统的会一步一步的进行，而且它的响应是非常快的。那这边呢，它是会让你去选择，我们直接选择第1项。好了，已经验证成功了。所以我们这个 GLM 国产的质朴的 5.1 呢，目前顶流用起来非常顺手。这个大家可以去试试，因为走官方的话，你可能要排队或者人比较多，所以我这边取巧了一下，走轨迹流动这边会更好。晚上的这个高峰期，它的一个运行效率也都是非常 OK 的。它所有的流程都是偏向这种很规范化的一个图标，加上它在做什么，这块呢可能会有点问题。好了，那现在他是说我们就可以到那边去跟这个 AI 聊天了。我们回到Telegram Father 找到我们这个 boot father， 点击你这个机器人的链接，点击 start， 尝试跟他说你好，看他能不能回复。他好像没反应是吧？又翻车了。我们先 Ctrl+C 一下，先退出。我们看一下状态，目前呢是正在运行，证明它没有问题。我们再输入终端，进入到交互没有回来了。我这边还是没反应。我们说 TG 对接后不理我，接后机器人不理我，查下原因并修复。我们再问问他，他说找到问题了他已经看到我那2条信息了，就证明已经发到这边来了。他说日志有警告，没有消息平台被启用，没有用户白名单。这个 Haminis Agent 好像重启不会太影响这个聊天终端的这个状态，我感觉是无缝重启，它热起的效率会比龙虾要高。它这边会交代你对应执行了什么命令，所以看起来会比龙虾那边清晰一点。我之前用哪个模型好像是一下子就搞定了， GLM 目前看没帮我解决问题。这个 Haminis Agent 呢，它有一个反正是有好有坏的一个状态，它很死板了，因为已经条条框框设计的比较流程化，
啊，所以你有可能问一个小问题，它都要走这样的一套流程。也有可能是因为它有步骤啊，它会把步骤交代得很清楚啊，以至于你认为它好像按部就班的那样的去执行的。像龙虾的话，它就是看不到这些过程，它可能也会觉得能正常的去工作。这边呢，他花了一些时间，然后已经帮我修好了。大概是这样的流程，你还是跟他说一下啊，让他给你对接。跟他说你好的时候呢，他这块就已经回复我了。我们以后就可以在这边来跟他沟通了。什么模型啊？直接就这样问他就可以了。好了，他现在就直接回复了，他是质朴的JML，对，这个就没问题了。我说检查一下自身状态啊，让他去做一个检查。他这边就会存记，这个是它的一个特色啊，它是要你许可的，这个是总是许可，这个只是许可一次啊，这个是绘画啊，这个是不同意，那你就默认总是许可，我一般会这样的去点，它就开始进行下一步。所以这个交互呢，要比龙虾那边要好很多，比 OpenClaw 那边要好很多，这个交互就非常统一，你看它这些信息都能拿到。如果你是小任务的话，有的时候会效率很高，但是它有个问题，就是长时间上下文以后，它的效率降低的很厉害。我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有可能在写他的 skill 啊，也有可能他在做一些日后快捷的这种事情，让他了解一下最近的 AI 动态，这样的。他也会去到网上，所以我觉得他这个集成度会比龙虾那边集成度要高，它有很多成型的工作链，而龙虾那个有的时候会失效啊，有的时候就是不是那么稳定。当然现在的版本，龙虾的版本已经趋于稳定了，但是早期的会很头疼。那他现在这块呢，就给你集成的非常好，他自己就会去到对应网站去抓文件。这个其实让我想起了那个 QCloud， 腾讯的 QCloud， 它一般思考的时候也会把每一次的执行都会给你罗列出来。它一般是像这样的思考完以后，给你一坨类似于这种一坨大的，专门回复你的。你看这块又来了，它就会整理一些资讯，所以这个工具非常轻量，但是它也有它的问题。长篇的上下文以后它会混乱，目前看一些大任务的话，我可能还是会交给龙虾，就比方说在几万行的代码里头找东西啊，去改东西啊，它就会突破它那个限制，它就会超过它那个限制，我就觉得这是目前它还没有很好的去处理的一个现象。这个 Harmonious Agent 大概就是我体验下来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主要呢，它可能跟龙虾相比起来，它更模块化、规范化，更清晰的交互让你感觉它可能会更聪明，干的事情更多一点。但是它的目前上下文以及它复杂任务的话，可能还存在一个不稳定性的状态，至少我现在用下来，它有可能会达到工具链的上限这都等待着它这样的一个快速增长的项目不断的去迭代去优化吧。OK， 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欢迎大家点赞3连。最近的 Agent 发展趋势，智能体框架这种东西真的是每天都是不一样的状态。好了，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